太子殿下，我今日入宫，为退婚而来。退婚？沈家犯的是通敌重罪，父皇正在气头上，你此时来退婚，是想撇清关系？殿下，这半块玉佩是当年皇后娘娘定下的信物，如今沈家大难临头，若我不退婚，殿下必受牵连。朝中盯着太子之位的人不少，殿下此时不宜被沈家拖累。沈锦离，你变了，以前你连直视我的眼睛都不敢。父亲被关押在诏狱，全家男丁性命悬于一线，我不敢不硬气。我交出信物，主动退婚，只求殿下一件事。父亲是被诬陷的，但在找到证据之前，说。我求殿下在皇上面前保全沈家男丁的性命，改死罪为流放。边关虽然苦，至少能活命。流放边关，父皇那边我可以去劝说。这退婚文书我也会让人写好送去沈府。沈将军对我有授业之恩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。多谢殿下。你拿个鞭子吓唬谁？你退婚被太子赶回来了吧？连太子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连管沈家的事儿？大小姐，你干什么？沈府还没倒，你就开始偷主子的东西了。周管事，老奴在。把刘婆子捆了，直接扭送官府。按大夏律例，家奴偷盗主家财物过10两，打30大板，发卖矿场。大小姐饶命！是二少夫人说沈府要完了，让大家各自拿点东西走人的。二少夫人救我！二少夫人救我！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二嫂，现在沈家男人都不在，我沈锦离暂代家主之位，圣旨还未下，你就带头闹分家，唆使下人偷盗。若你再提一句分家，我就拿着这鞭子去京兆尹衙门击鼓，告你一个忤逆不孝之罪。你圣旨已下，沈怀远通敌案证据确凿，念及祖上军功，免去满门死罪。沈家男丁全部流放西北边关，女眷贬为庶民。沈府宅地充公，皇恩浩荡，限你们3日内搬离。差爷，男丁什么时候起见？明日5时，城外10里亭，你们自己去送行吧。记住，3日后我来贴封条。锦离，苦了你了，这宅子没了，我们一家几10口人去哪里落脚？祖母，男丁保住命了，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。周管事，圣都城内有没有我们买得起的斋院？大小姐，城西有一处梁府旧宅，因为那地方常出怪事，闲置了10年，一直无人敢买，价格只要30两银子。若是买下，刚好能装下我们全家。去办过户，明天送完父亲和兄长，全家搬去城西。我不下车，这地方10年前死过梁家18口人，全圣都的人都知道这是鬼宅，晚上还能听见哭声。沈锦离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把我们带到这里，是想让全家死绝吗？二嫂，你若觉得马车上舒服，就带着3房的人永远住在马车上。墨兰，把2房的行李从车上扔下来。你敢扔我的东西？够了！如今沈家已不是国公府，我们是庶民，有瓦遮头已是万幸。谁若不想住，现在就走，我绝不拦着。锦离，开门！大小姐，别过去，外面传言梁家人当年就是在这后院出事的。你看这地寸草不生，邪门得很。这不是什么邪门事儿，这是毒。周管事，去找几块厚布，把口鼻捂住。大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块石头有毒气，它散发的东西会让人头晕、掉头发、骨头疼。梁家人当年就是常年累月离这块石头太近，才得怪病死的。把石头弄走，这宅子就干净了。老奴这就去叫几个小厮来。记住，必须戴上厚牛皮手套，用2层麻袋把石头套住，千万不要直接用手碰。挖出来后，立刻装上板车，运到西郊后山无人处深埋。埋完之后，所有人换洗衣服，把旧衣服烧掉。老奴记下了。
上一世我在家族企业里拼搏10年，刚刚上市就遭遇车祸，一睁眼就成了沈府大小姐。本以为可以享清福，结果刚来就遇上抄家，这老天爷还真是公平。沈锦离，既然占据了这副身体，原主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。流放的父亲和兄长在等我，怀孕的母亲在等我，这几十口人的命，我必须扛起来。这圣都城，我不仅要立足，还要把沈家丢掉的尊严一件件拿回来。大小姐，盘点完了，从沈府带出来的粮食还有2斗米、半斗面，肉一点没有。账面上的银子，昨天付了买这宅子的30两，又打赏了押送男丁流放的官差10两，现在宫中的账上只剩下72文钱。72文，全府35口人连明天的一顿粥都喝不起。周管事，母亲和祖母的首饰当了多少？老奴去当铺问了，大夫人和老夫人的几根簪子，因为是没有印记的私货，当铺压价极狠，死当一共当了35两银子。修补屋顶需要材料，下人们的月经也要发，这点钱坚持不到月底，我们必须找营生。大小姐想做布匹生意还是米粮生意？老奴去打听市价。我们本钱太少，做不起大买卖。圣都人多，吃穿住行，吃最容易回本。我决定在做吃食。墨兰，拿5两银子给周管事，去买面粉、糖、大豆油和鸡蛋。周管事，下面要留通风口，中间铺上铁板，上面做成半圆形的拱顶，泥巴要掺上稻草，糊严实，不能漏气，懂了吗？大小姐，这灶台造型奇怪，上面封死，烟怎么出去？这不是煮饭的灶台，这叫烤炉，只用炭火的余温把里面的东西烘熟，按图纸做。春芽，面发的怎么样了？大小姐，发起来了，里面都是蜂窝。好，现在加入糖水，倒入3勺大豆油，打5个鸡蛋进去，继续揉，揉到面团拉开有一层薄膜为止。这是我熬的焦糖，把面团切成小块，中间包入焦糖，收口捏紧，放在木盘里，等它们变大1倍，就在表面刷一层蛋液。这是什么物件儿？味道这般独特。这叫黄金包，祖母您尝尝。松软不粘牙，这糖味也不腻，比城南福记的糕点还要好入口。锦兰，这做法复杂吗？若是自己家吃，倒是费功夫了。母亲，这不是自己吃的，这是我们沈家翻身的本钱。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摆摊卖这个。大小姐抛头露面去街上摆摊，沈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。这东西不过就是面粉加点糖，谁会买？二嫂觉得丢脸，明天就留在府里。谁若觉得这钱赚得脏，到时候分红的银子一个铜板也别想拿。春芽，准备2筐，明天出摊。小娘子，这黄面疙瘩怎么卖？大叔，这叫黄金包，里面有焦糖流心，8文钱一个。8文钱？肉包子才3文钱一个，你这面粉做的东西卖8文，抢钱呢？你敢买这摊子上的东西？你不知道他们身后的宅子是哪儿吗？那是鬼宅，梁家人全死在里面了。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指不定带了什么阴气，吃下去要死人的。大小姐，他们连尝都不尝，一上午了，一个都没卖出去。二少夫人肯定在马车里笑话我们。东西没问题，是他们不识货，新东西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。石头，回家吃饭，别在这里看。奶奶，那个文章好甜，我也想吃。8文钱一个，奶奶买不起。走。婶子，这是送给孩子吃的，不要钱。不行不行，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，我不能白拿。就当是试吃，若是觉得好吃，婶子帮我宣传宣传就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谢谢啊。奶奶，好吃，里面有糖浆。这口感怎么这么软？糖水怎么会包在里面不露出来？这比东街李记的酥饼还要好。婶子，我是沈锦离，我们初来乍到，这街坊邻居不信我们的东西。我看婶子在这街面上人头熟，我们谈个合作如何？什么合作？你拿一个簸箕装上我的黄金包，去你熟识的街坊那里推销，每卖出1个，我分给你1文钱。1文钱？
我一天要是能卖出30个，就是30文，比我儿子去码头扛包赚的还多。沈小姐，你说话算数。你不需要出本钱，卖不完退给我，立字为据。春芽，给王婶装30个。张掌柜，别走别走，看我这里有好东西。王嫂子，你这是卖什么？城西审计的黄金包，你别嫌8文钱贵，我可是替我孙子尝过了，那味道比你过年吃的老虎爪还要稀罕。你买2个回去给小少爷尝尝，若是不好吃，你明天来我家骂我。你王嫂子说好吃，那肯定错不了。给我拿2个。大小姐，王婶那边卖光了，还过来拿。还有几个人说要订明天的货。把剩下的全交给王婶儿。收摊，明天准备加倍的材料。吃死人了！大家别买，他们家的东西有毒。你干什么？休要在这里胡说！谁胡说？我大哥昨天买了你们的黄金包，吃完回去就上吐下泻。郎中说是吃了发霉的黑面粉，你们为了赚钱用烂面粉做吃食，黑心肝！发霉的面粉，难怪这面团子外面要烤得这么焦黄，还要放那么多糖，原来是为了盖住霉味儿。退钱，我不买了。这鬼宅里做出来的东西果然不能吃。我们没有用发霉的面粉，面粉是周管事昨天新买的。哎呦，我的肚子疼死我了！你们今天不赔我10两汤药费，我就去报官封了你们的宅子。退钱可以，但话要说清楚。你说你吃了我的黄金包拉肚子，你昨天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昨天下午，我大哥吃完半个时辰就开始拉肚子。昨天下午我在这里预售，所有买走现货的街坊我都有名册记录。周管事，查名册，看看有没有这2位的名字。大小姐，没有。我托别人买的不行吗？行，既然你说是我的面粉有问题，周管事，去把厨房里所有的面粉搬出来。春芽，去把案板、水盆、土灶都搬到大街上来。大叔，你看看这面粉是白是黑，有没有霉味儿？没有霉味儿，是好面粉。我的面粉全在这里，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。春芽，倒水和面，现在就做。大家看清楚，这里面只有面粉、鸡蛋、油和糖，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烤一炉。出炉了。我连吃3个。现在大家看着我，如果一炷香内我肚子疼，我不仅赔他10两银子，我还关门歇业，把这招牌砸了。如果我没事儿，你就是在诬陷。他没事儿，你们2个是故意来讹钱的吧？诸位街坊，今日之事是有人眼红我审计的生意，为了补偿大家，今日这一炉免费试吃。此外，从今日起，黄金包买5送1。沈大小姐果真是女中豪杰，街上那一出，金某在对角茶楼看得一清二楚，佩服。城南经济糕点铺的少东家金盛昌，那2个混混是你花钱雇来的吧？商场如战场，沈小姐的黄金包抢了我经济30%的生意，金某总要来打个招呼。呵呵，既然沈小姐是个痛快人，我就直说，我出1000两买你的配方。1000两，金少东家真是大手笔，不过我不卖。哼，沈锦离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你们沈家现在是个什么境况？圣都谁人不知？全家连个顶事的男人都没有，挤在这个鬼宅里，1000两足够你买个像样的大宅子，舒舒服服过半辈子。你守这个破方子，能卖出几个钱？但我沈家的招牌不止值1000两，金少东家请回吧，这黄金包的生意我自己做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宅子里10几口富罗能做出多少黄金包。圣都的市场这么大，你吞不下，迟早要把自己撑死。春芽，你怎么了？大小姐，我头晕，没力气。
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今天接了多少单子？加上买5送1的散客，还有城东几家商户的预定，今天要交500个。春芽从寅时就开始和面，到现在水都没喝一口。500个，靠春芽一个人和面，靠这3个炉子烤，根本做不完。周管事，去把府里所有能动弹的下人都叫到院子里来，不论男女老少。是。现在的产量远远不够，从今天起，不按月发月钱，我们按件算钱。我把做黄金包分成5道工序。第一步，和面，需要力气大的人。大师，你带3个人负责和面，每和出一盆合格的面，4个人分10文钱。大小姐放心，这活我们干得来。第二步，熬焦糖和包馅，这需要细心。小谭，你带4个丫鬟负责，每包好100个，分15文钱。是。第3步，烧火烤制。第4步，包装。第5步，搬运。每一道工序我都定了价钱，你们做的越多，拿的钱就越多，每天结账，绝不拖欠。如果府里的人手不够，周管事，你去街上招募临时工，只签保密特约，包吃1顿饭。老奴明白，这样一分，大家手脚就快了。大小姐，大单子！太子府的管事刚刚送来拜帖和定金，太子府明日设宴，要订100个黄金包，并且指定大小姐亲自送去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您订的100个黄金包，剩下的90个已经交给前院的管事了，请殿下查验。你在街头当众对峙经济的人，又雇人分工赶制，短短几日，圣都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审计。你以前连大声说话都会结巴，这真是你做出来的？神府几十口人要吃饭，人被逼到绝境，总会学到些新本事。殿下买我的东西，是因为这包子好吃，还是因为可怜我？我尝过了，味道确实一绝。明日父皇的几位古故之臣来府中议事，我打算用它做茶点。不仅明日，以后太子府的茶点都换成黄金包。多谢殿下关照生意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审计的黄金包以后只能专供太子府，不许再卖给外人。包销独家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做我的专供，我每月给你固定500两银子，你不用再去街头摆摊，也不用跟市井之徒争利，你神府的开销足够了。500两确实多，但如果只供太子府，审计的招牌就永远只是个偏房茶点。我要让全圣都的人都吃我的黄金包，招牌立住了，沈家才有翻身的机会。殿下的好意我不能接。你变了，那你说怎么合作？我可以给太子府优先供应权，只要太子府需要，哪怕停了外面的散客，我也先供足殿下，并且所有给太子府的货一律8折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父亲的案子，刑部还在整理卷宗，我会帮你留意。多谢殿下。不必多礼。金少东家，你要的东西我拿到了。二少夫人果然有手段，说吧，怎么卖？我不要死钱，我要你经济这1个月卖这包子利润的20%，还要你给我准备一处单独的宅院。20%？二少夫人胃口不小，你就不怕沈锦离查出来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全府的人都被他使唤着干活，谁会在意我？他把我相国害得流放，我凭什么要陪他在那个鬼宅里吃苦？你给句痛快话，成不成？这是300两定金，宅子明日我让人带你去看。配方拿来。面粉1斤，鸡蛋3个，大豆油3两，蔗糖2两，竟然要放这么多糖和油，难怪我师傅试了几天都做不出那个口感。上面的分量写得清清楚楚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偷看到了他和面的手法和烤炉的图纸，都在背面。好，有了这个，明天我就让审计关门大吉。金酥包，刚出炉的金酥包，7文钱1个，比黄金包便宜1文，味道一模一样。大小姐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跟我们一模一样，连焦糖的味道都不差。大家都去买7文钱的了，今天早上预定的客人也跑来退单了。大小姐，
老奴去看过了，金记甚至连烤炉都仿造了过去。他们的本钱厚，买的面粉便宜，卖7文钱他们还有的赚。我们要是跟着降价，连工钱都发不出了。收摊，进屋。这是我昨晚熬的红豆沙和用牛乳煮的奶酥。既然金记超了我们的单线，我们就做双线，一半焦糖，一半豆沙，另一款一半焦糖，一半奶酥，工艺比原来复杂1倍，口感更丰富，价格不变，依然8文。双线包在同一个面团里，这火候怎么控制？豆沙和奶酥要先冷冻成块，再用焦糖包裹，最后包入面团。金记没有几天时间，绝对仿不出。另外，把这些纸拿去，所有双线黄金包必须用这油纸包好，告诉顾客认准这个金元宝才是真货。哟，外面都没生意了，还在这折腾新花样呢。二嫂，昨天下午你不在府里，去哪儿了？我能在哪儿？我去街上买点胭脂水粉不行吗？难道我出门还要向你请示？买水粉当然可以，不过厨房昨天少了一张我画的烤炉草图，你进过厨房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偷你的破图纸？那图纸我拿来都嫌费事儿，你自己没放好被风吹了，少来赖我。春芽，双线的做法除了你我，不许让任何人看，夜里给厨房上锁。大小姐，知府大人给办了吗？备案了，我交了10两银子的宝金。这审计黄金包的招牌和金元宝的图样，现在是官府登记在册的独家字号。从今天起，谁敢用这个名字和图样，就是触犯大夏律例。大小姐既然知道是2少夫人偷的底，为何刚才不拆穿她？捉贼拿赃，现在揭发他，他大可不认。金盛昌既然想玩，我就利用柳如烟给他下个大头。二嫂，你前日出门买水粉，为何去了城东的泰丰楼？我逛累了，去酒楼喝口茶也不行吗？这是泰丰楼伙计的证词，他亲眼看到你进了1号包厢，而包厢里坐着的人是金记糕点铺的少东家金盛昌。你们谈了足足半个时辰，那又如何？我碰到熟人说几句话。金盛昌给你的300两银票，你存在了通达钱庄，户号用的是你娘家侄儿的名字。你娘家什么家庭，大家都清楚。那300两是从哪儿来的？祖母，您看他派人跟踪我，还查我的账，他就是想逼死我们二房。你将沈记的配方抄写下来卖给金记，你为了这300两，断了沈家30多口人的活路。不仅如此，你抄图纸时用的是画眉的青黛、墨兰。二少夫人，这是从您房里梳妆台上搜出来的，这青黛的颜色与大小姐手里图纸上的颜色一模一样。你敢搜我的房间？你一个下人！够了，柳如烟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祖母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。金盛昌说只要我交出配方，就给我买了个宅子。我不想住在这个鬼地方了，我害怕呀。我相公被流放，我儿子还小，我想给他留条后路。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背叛家族，沈家容不下你这样的人。锦离，按家规处置。周管事，剥去他的外衣，将他赶出沈府。二房的哥留在府里，交由3审抚养。不，你们不能抢走我儿子！沈锦离，你不得好死！金少东家，你答应过给我买宅子的，沈锦离把我赶出来了，我现在无家可归，你得收留我。二少夫人，你搞清楚，我买配方的钱已经给你了，你现在对金记来说还有什么价值？我了解沈家，我知道沈锦离的底细。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妇能知道什么？来人，把她轰出去。少东家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2队官差，把咱们铺子给封了。什么？差爷，这是何意？我们金记可是按时交税的。有人拿着官府备案的文书来状告你，你铺子里卖的金酥包偷到了城西审计独家备案的配方和图样。知府大人下令，金记停业整顿3日，查清之后再做定夺。周管事，放鞭炮，告诉全圣都的百姓，审计双线黄金包今日正式上市。
大小姐，经济关门了，他们的客人都跑我们这儿来了。今天上午预定的单子超过了2000个，双线的做法又费时间，咱们院子太小，实在做不出了。大小姐，老奴去城东看了几处铺面，若要租下一个带后院的大铺子，至少需要200两押金和100两租金。我们账上的现银只有150两，不够开分店。没有钱租铺子，那就不租铺子。别人家的屋子闲着也是闲着。春芽，装一篮子双线黄金包，跟我去一趟王婶家。沈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这又是拿的什么好东西？王婶儿，这是新品，你尝尝。我今日来是想给你指一条赚大钱的明路。赚大钱？我一个老婆子，除了帮你走街串巷推销，还能干什么？推销太累，而且赚的少。我想让你开一家审计黄金包的分店。开店？沈小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连买面粉的钱都没有，哪开起店？不用你买面粉，也不用你和面，你只需要出你家的这间临街屋子，你在门上挂一个审计黄金包的牌匾，我每天派人把包好的生面团和炭火送过来，你只需要学怎么控制烤炉火候，把它们烤熟卖出去。就这么简单？你交10两银子的押金，这叫加盟费。我给你一块官方备案的审计牌匾，包交包汇，卖出去的钱除去材料成本，利润我们5/5分账。10两银子，我这大半辈子攒的棺材本刚好有12两，一天如果能卖200个，我能分到几百文。干了，沈小姐，我明天就把屋子腾出来。明天我让周管事来砌烤炉。大小姐，除了王婶儿，街口的李婶子、卖豆腐的张大爷，一共5户人家交了10两押金，我们收了50两加盟费。用这50两去街尾租下那个废弃的染坊作为加工，全部过去，把院子里的加盟变得半成品，统一由作坊出货，严控质量。是，那我这就去。沈小姐，我家主子请你过府一叙。你家主子是长公主萧玉珍。沈锦离，几个月前你还跪在宫门外哭着求情，如今圣都几条大街上都挂着你审计的招牌，你的本事比你父亲大。长公主谬赞，民女只是为了混口饭吃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看中你审计的生意了，我出银子1000两做你审计的靠山，有了长公主府的招牌，没人敢查封你的铺子，也没人敢去你的摊子上闹事。作为回报，我要审计70%的股份。长公主出钱又出事，按理说70%不亏，但民女不能答应。你嫌我给的钱少，还是觉得我萧玉珍护不住你？都不是。1000两买审计70%股份，沈家就彻底变成了长公主府的附庸。我是沈家的当家人，这招牌必须姓沈。长公主若想赚钱，我们可以合作。长公主出资1000两，并且负责打通宫中渠道，让黄金包进入内务府采购单。我出技术、配方，负责所有经营管理，我们5/5分账。你一个庶民敢跟我讨价还价，还要分5成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？凭长公主需要一条细水长流的进项，长公主府开销极大，这1000两放在钱庄，1年利息不过几10两，但投进审计，只要进入内务府，半年就能回本。长公主只需要坐在府中数钱，不用操半点心。这笔买卖，除了我沈锦离，盛不成没人能替您做成。好，沈怀远的女儿有种。青鸾，拿契书来，5/5分账，经营决断归你。若年底没有盈利，我拿你试问，定不负长公主所托。各位街坊，经济重新开张，前2日是遭了小人暗算，为了答谢各位主顾多年的支持，经济今日推出普惠包，里面一样包着糖和豆沙，个头比审计的还大，不要8文，也不要7文，只卖5文钱一个。5文钱？这可便宜，给我拿10个。我也要。审计8文那是抢钱还是经济后的？沈锦离，你跟我玩官府的手段，我就用银子砸死你。我看你那几10文钱的本钱能撑几天。大小姐，经济把价格压到了5文钱，咱们几个加盟店的客人都被他们抢光了。王婶那边一上午才卖出去30个，大家都在问我们要不要也跟着降价到5文。他用劣质面粉和粗糖做普惠包，卖5文钱他依然能保本。我们如果降价，就是砸自己的招牌。既然他要打下沉市场，我们就去做高端局。周管事，去定做一批红色枪金边的锦盒。
大小姐，你要的贺卡写好了。散客贪图便宜，会去买5文钱的普惠包，但圣都的富商、官员、走亲访友，绝不会提着几个油纸包去送礼。他们要的是面子。这个黄金包礼盒售价50文一盒，从明天起摆在所有店面最显眼的位置。50文，这赚的比丹麦还要多。沈老板，你这上面写的买1捐1是何意？公子，我沈家世代镇守边关，深知将士苦楚，如今虽为庶民，不敢忘本。从今日起，凡在我沈记购买任何糕点，每卖出8文钱，我沈记便以您的名义向西北边关将士的家属捐出1文钱，您的名字将写在这功德榜上，由全城百姓见证。好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金记虽然卖5文，但那是唯利是图的商贾之举，沈记此举乃是大义。给我拿2个礼盒，再加10个黄金包。我弟弟就在西北从军，这包子我买，就算贵3文钱我也买。给我拿5个，我也买，记上我的名字。给我来3个，写上我爹的名字。谁是沈锦离？我是。有人状告你打着边关将士的名义敛财，蛊惑人心，与民争利。知府大人传唤你立刻上堂回话。带走！你们凭什么抓人？我们卖包子捐钱犯了哪条律例？沈锦离，公益可不是谁都能做的。你一个流放犯的家属敢碰军方的名头，这是掉脑袋的大罪。你输了。知府大人传唤，民女自然要去。周管事，看好摊子。今天欠边关的1文钱绝不能少算。堂下何人？民女沈锦离。此人状告你打着边关将士的旗号敛财，利用朝廷军规谋取私利，你可知罪？民女不知，民女卖出自家糕点，拿出部分利润接济将士家属，是自愿之举，何罪之有？你一介商贾满身铜臭，你故意在摊位旁立下功德榜，引诱不知情的百姓去买你的高价糕点，你这根本不是为了将士，是为了中饱私囊。你沈家本就是流放犯，这是对边关将士的侮辱。这位公子，你说我中饱私囊？周管事，大人请看，这是审计半个月以来的所有进出账目，上面清晰记录了每一位在功德场上留名顾客的购买金额，以及审计对应抽出的款项。每一笔钱，民女都已交到了圣都兵马司的抚恤营管事手中。这里有兵马司盖印的收条，民女未留1文钱在自己手里。这账目确实清楚，印章也是真的。就算你没私吞，你也是在用将士的名号给自己博名声，商贾重利，有辱门楣，败坏风气。有辱门楣？我沈府3代从军，死在战场上的男丁有17人。我父亲被冤入狱，流放西北。我沈家剩下30口妇孺老弱，被赶出家门。我抛头露面卖面包，是为了养活这30口人，不让他们饿死街头。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干干净净，何罪之有？诸位街坊，沈记的糕点是用真材实料做出来的，我1没偷，2没抢，3没以次充好。大家自愿买我的东西，自愿为边关出份力。若这叫败坏风气，难道那些用发霉烂面粉冒充好粮还雇人下黑手的商家才是好风气？沈老板说的对，我们愿意买。沈家是忠臣，沈记的包子好吃，放了沈老板。肃静！本官已查明，沈锦离募捐一事账目清晰，且确有善举，并未触犯律例。本官判你无罪，退堂。谢大人。你就是沈锦离？民女是。公堂上的事儿已经传到了宫里，皇上听闻你做的黄金包，连公主都赞不绝口，又听闻你捐资将士的善举，特下旨宣你明日带上器具进宫，当面口制一炉，给皇上尝尝。吾皇万岁！春芽，去准备最好的面粉和果木炭，明天你跟我进宫。哎，好嘞。这香味
除了糖，还有别的？回皇上，这是民女特制的龙岩黄金包，里面除了焦糖，还加入了上等的桂花和玉蜂蜂蜜，面粉里也揉进了羊乳，所以口感会更加软绵。确实不错，甜而不腻，花香四溢，难怪玉珍那丫头极力向朕推荐。沈锦离，你一介弱女子，能撑起一个家，还能想到为边关将士捐款，朕很欣慰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民女不要金银，民女只有一个心愿，求皇上重审家父沈怀言通敌一案。家父一生精忠报国，绝不会做出通敌叛国之事，求皇上明察。沈怀远的案子，刑部和大理寺已经结案，证据确凿。你是在指责朕是个昏君杀错人了？民女不敢，但那些证据全是书信，极易伪造。家父带兵30年，若真要通敌，早就可以大开城门，何必等到被困绝地？民女只求皇上给沈家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你是个孝女，但朝廷法度不能仅凭你几句说辞就推翻。此事休要再提。传旨，审计黄金包列为御膳点心，内务部每年向审计采购1000两银子的糕点，退下吧。民女叩谢皇恩。你在父皇面前提了沈将军的案子。殿下消息真灵通。是，我提了，皇上驳回了。你太莽撞了，父皇最忌讳别人质疑他的决断。你今天能活着走出御书房，已经是父皇看在长公主和那些糕点的面子上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必须试，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目的。我可以帮你查你父亲的案子。这半个月，我动用了东宫的暗线，发现了一些线索。你今晚拿着这块腰牌，来太子府后门找我。殿下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已经退婚了。沈将军教过我兵法，我不信他会通敌，而且我想帮你。今晚子时，我会去太子府。这是我兵部调出来的密卷，当年举报你父亲通敌的是兵部侍郎钱万春，他给父皇呈交了3封所谓你父亲写给敌军的密信。钱万春，我记得此人，他是柳如烟的亲舅舅，柳如烟的母亲就是钱万春的妹妹。没错，钱万春在朝中一直与你父亲政见不合，你父亲主张进攻，他主张议和。你父亲兵败前曾向兵部催要过3批粮草，全被钱万春压下了，所以我怀疑通敌的不是你父亲，而是钱万春。他为了掩盖克扣粮草的死罪，故意伪造书信陷害你父亲。这就说得通了。柳如烟之前偷我的配方卖给金记，金圣章花大价钱买下，背后肯定也是钱万平在示意，想断绝沈家的生路。但这只是推测。殿下负责在朝堂上盯紧钱万春，金圣昌那边交给我。沈老板，800两银子，这地契就是你的了。要不是我要回老家，这铺子我是绝不会卖的。这是内务府拨下来的御膳预付款，钱货两清。大小姐，把皇上的钱全砸进这间铺子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不把摊子铺大，就逼不出金圣昌的后招。立刻找工匠装修，挂上审计食坊总店的牌匾，半个月内必须开张。配方到底藏在哪儿了？金圣昌说再找不到新配方，就不给我租房子了。二少夫人，找什么呢？需要奴婢帮您找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早就知道金记的普惠包快撑不下去了，金圣昌一定逼你来偷新品的配方。我让墨兰每晚在厨房外守着，等了你3天了，绑起来扔到柴房去。舅舅是兵部侍郎，侄女却沦落到半夜翻墙做贼。二嫂，你离开沈府的日子过得不太好吧？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把我交给官府吧。交给官府，最多判你个偷盗未遂，关上几个月就出来了，这有什么用？我想知道金圣昌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搞垮沈记。他一个开糕点铺的，
我们无冤无仇，他不惜亏本也要卖5文钱的包子，这背后是谁在出钱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钱万春。钱万春怕我父亲没死，怕我们在京城站稳脚跟后去翻案，所以他指使金盛昌要把沈家彻底逼死。他给金盛昌提供银两打价格战，你现在不过是金盛昌手里的一条狗，你连你舅舅的面都见不到，对吗？沈锦离，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还问我干什么？我舅舅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他嫌我相公被流放丢了钱家的脸。金盛昌把我赶出铺子，让我睡在城隍庙里，我若不来偷配方，我就要饿死了。我给你2条路，第一，你拿着几两碎银子离开圣都；第二，你回去找金盛昌，告诉他你拿到了新配方，你继续潜伏在京畿，替我寻找金盛昌和钱万纯之间的往来书信。只要你拿到证明钱万春指使诬陷沈家的证据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00两银子，并在江南给你置办一处宅院。你真的肯给我钱？我只看结果，做不做？不做。做。金盛昌那个混蛋这样辱我，我要让他后悔。有毒，包子里有毒。差爷，您看，我就说这沈家的面粉有问题，吃了要死人的。把沈进士房围起来，所有人不许动。大小姐，气息很弱，是真的中毒了。你的食物吃死人了！知府大人有令，查封沈记所有铺子，拿下沈锦离归案，带走。保护好厨房里未拆封的面粉，任何人不许碰。我已打点过狱卒，不会为难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金盛昌的苦肉计，他买通了人，在我店门口当众服毒。莫兰，外面的情况查清楚了吗？大小姐，周管事派人去打听了，那2个中毒的顾客虽然没死，但只剩半条命了。他们是城南卖布的，其实是经济掌柜的老婆远房表亲，这绝对是经济安排好的。他们说我的面粉有毒，但那2个人在吃包子之前一定已经吃下了毒药，毒发的时间刚好算在吃下包子的那一刻。只要能证明我的面粉和包子无毒，他们的指控就不成立。我会去找全圣都最好的太医，明日过堂，我亲自为你做保。殿下，还有一件事，柳如烟那边有动静了吗？他传出话来，金盛昌把密信藏在经济账房的暗格里，他今晚动手。沈锦离，你的食物致人中毒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认不认罪？民女不认。民女请求太医当堂验毒。大人，这面粉无毒，审计作坊里的所有食材，下官都已验过，均无毒物。太医大人，食材无毒，不代表他做的时候没下毒。这人在他店门口吃了包子就吐白沫，怎么解释？这毒名为断肠散，发作时间极快，服下后半炷香内必定倒地。而这位病人胃中吐出的包子皮尚未完全嚼碎，说明他是刚吃下包子就倒地的。那么，这毒药绝不可能是包在包子里的，而是在吃包子之前就已经服下了。金盛昌，你有何话说？大人，这草民不知，草民只是个旁观者。大人，民妇要告发金盛昌，这场下毒的戏码就是他安排的。不仅如此，这里面还有他与兵部侍郎钱万春勾结，受钱万春指醒陷害沈家商铺的所有秘书，请大人过目。你个混账，敢偷我的东西！来人，将金盛昌押入死牢，将这些信件立刻封存，本官要即刻进宫面圣。这是500两，周管事已经在码头给你订好了一艘去江南的客船，到了那边，足够你买宅子做点小买卖。多谢。钱万春已经因为密信暴露，被御史台弹劾革职下狱，
皇上下旨重审沈将军一案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但你记住，沈府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进门。你若再回圣都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大小姐，金记的店铺全部被官府查封了，城南空出了一大片市场，我们要不要顺势拿下？当然，把我们在城东作坊的产能全开，推出新包装。沈记从今天起就是圣都最大的糕点行。刑部传来消息，钱完春扛不住刑，招了。他承认是他扣了粮草，并伪造了通敌信件。父皇已经下旨恢复你父亲的爵位，流放的人过几天就能回京了。殿下的恩情，沈锦离粉身碎骨难以为报。我不要你粉身碎骨，沈家洗清了罪名，你还是将军府的嫡女，我们当初的退婚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。父皇那边我会去说，你愿意重新回到我身边吗？殿下，退婚之事我从未后悔。我以前满眼都是太子妃的位置，那是因为我没有见识过外面的天地。你不想做太子妃，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商人，我要让沈记的招牌挂满大夏每一个州府。深宫大院困不住我。殿下，您爱的那个唯唯诺诺的沈锦离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满身铜皱，配不上东宫的高墙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沈老板，祝你财源广进。长公主怎么亲自来了？我来告诉你一个赚大钱的消息。下个月是太后的万寿节，宫里要选3样民间糕点作为贡品。内务府广发了帖子，圣都有头有脸的老字号都在备战。太后极爱甜食，但口味极其挑剔。若是你的东西能被太后选上，皇上一高兴，赏你一块御赐的金匾，你这沈记可就真的是天下第一糕了。贡品怎么样？敢不敢接？接。长公主放心，这一次我保证让太后吃到这辈子都没吃过的东西。坐。内务府的帖子收到了？收到了。下个月初8，太后60万寿节，内务府要在民间选3样糕点，放入万寿宴的菜单。听说圣都有头有脸的30多家糕点行都拿了帖子。太后这些年吃斋念佛，极少吃荤，唯独偏爱甜食。但御膳房那些老套的酥饼和发糕，太后早就吃腻了。你若拿你店里卖的双线黄金包去，绝对选不上。民女明白，太后要的是新奇，是独一份。需要什么稀罕食材，你直接开口，本宫让人去内务府库房里给你拿。多谢长公主。民女需要10斤上好的糯米，3罐西域进贡的鲜牛乳，还有1斤南方的蜜水桃，其他的民女自己解决。青鸾，去库房取，直接送到沈记后厨。大小姐，这糯米粉加水揉出来太粘手了，蒸熟之后更是粘在一起，根本没法成型。这是炒熟的干面粉，加进去揉就不会粘手了。你继续揉，要把糯米皮擀得透宫。这叫奶油，用来做内馅。春芽，糯米皮擀好了吗？再拿一张烤熟的起酥面皮，把它包裹起来，这叫雪媚娘黄金卷。大小姐，木匠把盒子送来了，中间放双线黄金包，底层放最普通的焦糖包。这一套礼盒取名步步高升。哟，这不是沈老板吗？听说你沈家翻案了，你父亲官复原职，你一个将军府的大小姐，还来跟我们这些泥腿子抢饭碗。沈老板那几样包子糊弄糊弄街头百姓还行，这可是给太后选贡品。我劝沈老板还是回去绣花吧，免得待会儿被内务府的总管赶出来，丢了将军府的脸面。李掌柜的八宝桂花糕卖了30年，连配方都没换过。太后若爱吃，早就下旨采买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李掌柜还是多操心自己的食盒吧。哼，时辰到，所有带帖子的掌柜提着食盒进殿，太后娘娘和皇上亲自甄选，规矩都懂吧？不许喧哗，叫到名字再上前。城东福寿斋李掌柜上前献点心。
又是这种死面加猪油的东西，咽下去都卡嗓子。撤下去。城东和顺斋王掌柜上前，城北百味轩张掌柜上前，城中一品堂赵掌柜上前，城西审计食坊沈锦离上前献点心。这东西看着倒是新鲜，外头是烤酥，里面怎么还有一背皮？这层皮看着晶莹剔透的，倒是有趣。内皮软糯弹牙，白色的这层入口即化，桃子的酸甜刚好解了糖汁的腻。这是什么名堂？回太后，此物名为雪媚娘黄金卷。里面的食材都是哪儿来的？最外层的酥皮用的是西北边关的胡桃油熬制，内层的软皮用的是江南水乡的糯米，白色的馅料用的是西域进贡的牛乳，红色的果肉用的是盛出城外的蜜水桃。这4样东西为一体，寓意天下归一，四海升平。民女以此点心恭祝太后福如东海，万寿无疆。好一个天下归一！皇帝，你听听，这丫头不仅手巧，这张嘴也是会说话。这道点心深得哀家心意，母后喜欢就好。沈锦离，你呈上的糕点拔得头筹，这万寿节的御用糕点就定为你审计。朕再赏你一样东西，来人，赐金匾。民女叩谢皇上，太后隆恩。民女拜见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。起来吧，妍儿说你的糕点做得好，本宫特意留你下来问2句。沈将军的案子结了，你现在是将军府的嫡长女，你跟妍儿当初的婚约虽说是退了，但那时是情势所逼。母后，如今沈家洗清冤屈，你又如此聪慧能干，本宫有意让内务府重新合一下你们的八字。沈锦离，你意下如何？娘娘错爱，民女已有终身相伴之物，无法再伺候太子殿下。你定亲了？哪家的公子？民女未曾定亲，民女的终身相伴之物是沈记的这块招牌，民女立誓要经商一辈子，若入东宫便只能困于后宅。民女抗旨，请娘娘降罪。我的儿啊！不孝子怀远，让母亲受苦了。父亲、兄长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锦离，为父在边关都听说了，你退了婚，护住了家里的女眷，你当街卖吃食，开了铺子，还替为父申了冤，苦了你了。是为父无能，没保护好这个家。父亲说哪里话？沈家没有垮，男丁也都全虚全尾的回来了。皇上已经下旨恢复了将军府的牌匾，家里的宅子也发还了，我们在圣都有了立足之地。妹妹，从今往后，大哥替你顶着，绝不让你再抛头露面受人欺负。锦离，我听说二爷回来了，我想见见他，我想看看我儿子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给你的500两银子不够你在江南买宅子吗？我没去江南，钱在路上被盗贼抢光了，我一路要饭才走回圣都。锦离，我错了，你让我进府吧，我愿意当个下等丫鬟，只要能留在二爷和儿子身边。周管事，拿10文钱给他，告诉门房，以后这女人再靠近沈府大门10步之内，直接用乱棍打出去。是。二房已经休妻，沈家没有他这个人。锦离，你这是何意？父亲，
这是审计食房所有的账目、地契和配方。如今父亲归来，这家主之位自然交还给父亲，食坊由大哥打理，最为稳妥。你这丫头，我带兵打仗在行，看这些账本比看兵书还头疼。这家业是你一手打拼出来的，沈家上下都听你的，这掌家权还是你拿着。沈将军，孤今日前来，除了探望将军，还有一事相求。太子殿下折煞老臣了，殿下请说。孤想求娶沈锦离，东宫正妃之位一直为他留着。母后那边孤已经去解释过了，只要沈将军点头，明日圣旨就会下到府上。这锦离，你的意思呢？殿下，我昨天在偏殿已经回绝过皇后娘娘了。殿下今日又来，是何用意？我没有逼沈将军，我只是想给你最好的。沈锦离，你知不知道这圣都有多少女子梦寐以求，想要这太子妃的位子？沈家如今虽然洗清了冤屈，但在朝中根基全无。你若成了太子妃，沈家便有了最硬的靠山。殿下，你爱的不是现在的我，你怀念的是那个满眼都是你，什么都听你的沈锦离。你想要的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太子妃，但我不是。你变了，我知道，但我可以包容你的改变。你喜欢做糕点，你就算进了东宫，也可以在小厨房里做。你想管账，东宫的内务全交给你，这样还不够吗？殿下还是不懂，我要的不是在小厨房里做几个包子，我要的是在圣都、在江南、在全天下开满审计的铺子。我要和男人一样坐在谈判桌上谈千2万两的生意。东宫的高墙对我来说就是牢笼。所以，为了那些满身铜皱的商贾氏，你宁愿放弃我？民女志向千薄，祝殿下早日觅得良配。诸位，审计能有今天天下第一高的牌匾，不是我沈锦离一个人揉面揉出来的，是大家起早贪黑干出来的。今天我将总店迁到朱雀大街，不仅换了地方，规矩也要改。从今天起，审计推行股份制。东家，什么是股份制？就是大家除了拿每月的工钱，还可以用钱入股审计。我拿出总店30%的利润，你们根据入股的多少，年底参与分红。审计赚的越多，你们分的越多。你们不再是雇工，你们也是审计的半个老板。东家，这意思是店里赚钱了，我们也有份儿。对，哪怕你只拿出1两银子入股，年底也能分到红利。这契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按了手印儿，受官府保护。我入2两。好，200文。好，300文。好，500文。600文。好。半个月，审计总店盈利1200两。加上那些加盟店，你这个月的进账快赶上我一个庄子1年的收成了。股份制，好手段，把那些工人的心死死绑在了铺子上。殿下，圣都的市场我已经吃透了，再扩张也没有多余的客源，我想往外走。你想开全国连锁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外地的商会极为排外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你打算先去哪儿？江南，那里富庶，文人墨客多，达官贵人也多，他们最喜欢讲究排场。我们顶着天下第一高和皇家御用的名头过去，一定能打开局面。好，本宫再投3000两，给你开路。大小姐，这江南人吃的东西太精细了。你看那苏记卖的定胜糕，切得四四方方，上面还印着梅兰竹菊。咱们带来的黄金包块头大，他们嫌粗糙。不仅是苏记，城东的周易也是100年老字号。这2家知道我们在城南盘了铺面，挂上审计的招牌，就联手压价。他们让面粉商不卖细面给我们，还在城里散布谣言，说咱们北方的糕点一股子洋膻味儿。硬碰硬打价格战，在别人的地盘上必输无疑。我们必须打差异化。他们卖5文钱1块的定胜糕，我们就卖1两银子1盒的宫廷御点。1两银子，这比圣都卖的还贵。
有人买吗？江南的富商多，官员多，这些人平时吃苏记、周记早就吃腻了，他们要的是身份和炫耀。我带来那块天下第一高的牌匾就是身份。墨兰，去联系这临安城最大的一品茶楼掌柜。二位掌柜，请坐。沈老板，你搞的那个茶点套餐，把我们两家的贵客全抢到一品茶楼去了。你卖那么贵，还雇人在画舫上吹拉弹扯的宣传，你这是断我们的财路！哼，你今天把我们叫来，是想耀武扬威吗？信不信我们明天就让商会封杀你？二位息怒，沈记卖的是高价的宫廷套餐，抢的只是最顶层的那一小撮客人。寻常百姓买不起1两银子的糕点，他们依然会去苏记和周记。我们根本不是在同一个锅里抢饭吃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和二位合作，推出联名款。联名款？沈记出包装和宫廷名头，苏记出定胜糕，周记出绿豆糕。我们在同一个礼盒里放入3家的招牌产品，卖出的利润我们3家平分。平分？如此一来，你们的东西也有了名气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。不仅在江南卖，我还可以通过长公主的商队，把联名礼盒卖回圣都，卖向全国。借你的招牌卖我们的东西，利润共享，这买卖倒是不亏。做生意和气生财，把盘子做大，大家都赚钱。签了这份文书，面粉商那边，二位就去打个招呼吧。沈老板好手段，我签。沈老板，800里加急，圣都来的。大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祖母病危，大夫说撑不过3天了。墨兰，备快马，我们立刻回京。祖母，孙女回来了。锦离，你回来了。江南的分店开得还顺利吗？顺利，江南的人都很喜欢咱们沈记的东西，我已经和当地商会结盟了。怀远，沈家遭逢大难，是锦离这孩子用一双肩膀把这个家扛起来的。从那个连草都不长的旧宅子到天下第一高，他吃过的苦比你在战场上吃的还要多。儿子知道锦离是沈家的恩人。锦离，祖母没看错你，你是沈家最大的骄傲，以后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放手去干。沈锦离，江南商会呈上的折子，说你江南水灾灾区的米粮统购统销，稳住了当地物价。你赚了钱，也不忘平抑物价，救济灾民。朕听说你还将沈记食府升级成了沈记商号，开始做茶叶和蜜饯的生意了。回皇上，沈记如今有16家分号，民女只是做了商人该做的事，不敢居功。忠孝两全，商议济世。朕说过，有功必赏。太监，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嫡女锦离聪慧敏达，德行出众，以商贾之道造福乡里，接济边关，特封为安商夫人，赐从4品诰命，钦此。民女接旨，谢主隆恩。大小姐，您看，咱们今天新推出来的茶叶礼盒，不到1个时辰就卖光了。周管事在下面收钱都收不过来。南方的商队明天一早就出发，带着5000两的货物去蜀中开新店。从城西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梁府旧宅，
到今天的圣都第一在商号，我们走了整整3年。以后我们还会开更多的店，这只是开始。